下面小哥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，每次经过这个天桥，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，双手根本没按喇叭，来回多次验证，每一次都鸣笛。晚上经过这里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，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，这让他感到害怕。有人说之前一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，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，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，当场死亡。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。听完这句话，小哥当场就快吓尿了。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二手车，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？没办法，节目组找来专家，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问题，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，再次开车经过这里，喇叭还是响了起来。这就很奇怪了。他现在非常尴尬，前面堵车，正好停在天桥下面，喇叭一直响个不停，别人都以为他是傻子。专家又研究了半天，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，一些细微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，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无线电干扰导致的。而且发现天桥上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，用专业仪器测量，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，也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鸣笛。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，解决了小哥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的车又遇到了新问题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就会离奇失灵，触屏一点反应没有，但是经过其他收费站却一切正常，而且在对向车道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工作很正常。大叔说回老家都是走这个高速，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持续了好几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他上高速。而且据他了解，这个收费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越想越害怕，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？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测试，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一切正常，专家猜测可能是收费站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到了导航，随后用设备检查附近的无线电信号，没有任何发现，接着检查了导航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经过了解，大叔每次过收费站后都是直接右转，专家决定这次在经过收费站后选择直行的方向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没想到直行后导航正常了。这时专家看到远处的指示牌，瞬间恍然大悟，直接让大叔升级导航系统，系统更新完再次经过收费站，果然就正常了。专家这时也给出了解释，原来导航没升级之前只能识别25个字，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标指示牌上超过了25个字，导致导航无法识别，崩溃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个车载导航太诡异了，主人每次导航回老家都会导航到坟墓，明明前面就到家了，导航却要求掉头。那行吧，节目组决定跟着导航看看究竟。前面已经没路了，他们步行来到导航目的地，结果目的地就是一个坟墓。那这是谁的坟墓呢？ 여기가 우리 어머님 산소예요. 사실 어머님이 1년 전에 돌아가셨거든요. 집 주소를 이제 내비게이션에다 찍어보면 꼭 여기를 가르쳐줘요.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，坟墓和老家之间的距离很近。节目组猜测有可能是导航本身故障，才导致位置偏差。毕竟导航出错还是挺常见的。结果维修人员检查过后，都说没有任何问题。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。节目组又安装了同一款导航，让2台设备同时导航到老家。真的是奇怪，2台设备都导航到了坟墓，即使更换了不同品牌的导航，结果都一样。设备没问题的话，那有可能是信号问题。毕竟老家在山沟里，信号肯定不太好。专家也说，如果信号不好的话，最终的导航结果会有1公里左右的偏差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导航了村里其他地址，结果都准确无误的到达。现在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老家地址是错的，但身份证上面老家地址就是607而且导航设置的目的地也是607。一时间，关于导航的谣言越来越多，村口情报站的大爷大妈也是议论纷纷，事情越来越灵异。毕竟是走进科学节目，肯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怎么一回事。节目组咨询了村长，村长说他母亲坟墓所在的山头之前也是属于村里的，后来被划分出去了，那会不会是地址重新划分导致的？随后节目组来到测绘局咨询，电子地图上显示他家原来的地址编号607，现在被标注为坟墓所在的山头，而现在他家的地址标注的是757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由于地址更新导致的，导航没有错，现在的607就是坟墓所在位置。我们再一次走进了科学。发生类似诡異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个村，每到凌晨3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。 조용한 새벽에서 그런 소리가 들리니까 귀신이 소리 내는 것처럼. 小姐姐是第一个听到这种声音的，说声音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，而且确定凌晨3点没有人打过电话。接着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节目组决定等到凌晨3点，看声音会不会出现5、4、3、2、1。此时所有人的电话都已经关了，小姐姐认为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。隔天，节目组在可疑区域都安装了摄像机，又到了凌晨3点，声音准时传来，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发现。白天，节目组走访了附近的村庄，想要找到一些线索，然而附近村庄里的人都说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无功而返。节目组又回到小姐姐所在的村庄，村里的大喇叭引起了节目组的注意，村民说那喇叭很久没用了，电线都断了。随后在村里又看到了一个广播喇叭，村长说由于疫情原因，也已经很久没用了。
但是除了这2个可疑的喇叭外，就没有其他能发出声音的设备了。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监控一下，每到凌晨3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。又来到了凌晨3点，声音再次准时响起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声音就是从第2个广播喇叭里传来的。但此时并没有人进入广播站。第2天，村长带节目组来到广播站，村长说广播设备只有自己有钥匙，除了自己，其他人就算闯进广播站也无法使用广播设备。村长还展示了自己的广播记录，最近1个月都没有播过，这就很奇怪了。节目组拿着录音找到声音分析专家，专家说这确实和电话拨号的声音很像。专家结合电话按键时发出的不同声音，分析出了具体的按键号码，连起来的数字并不是电话号码，而且每个按键的间隔时间是一样的，正常人手动拨号是无法做到的。专家认为应该是广播设备自己发出的噪音。随后节目组联系到了广播设备的售后，经过长时间的排查，售后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售后说设备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运行信号，可以理解为设备重启信号。这台广播设备的重启信号设置在了每天凌晨3点，这个一般是不会被广播出去的，但恰巧这台设备的放大器坏了，才导致这个微弱的信号被放大，并且广播了出去。一切都是虚惊一场，毕竟走进科学是不允许有灵异事件存在的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怪物把自己的鼻涕抹在女孩伤口上，伤口竟然瞬间愈合了，同时还飘散出一股恶臭。女孩这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然而怪物并不知道，这个想法将会把她带入万丈深渊。最后的反转让人始料不及，女孩意外流落荒岛，为了生存，她在岛上转了一圈，什么生存物资都没找到，天也渐渐黑了下来，她都要绝望了。这时身后飘来一股恶臭，还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她循着气味找去，竟发现了一堆干柴和打火机，随即生着了火，点燃了黑夜中的一丝希望。然而远处一双诡异的血红大眼正盯着她。第2天女孩醒来就发现身边出现了很多食物，随之一股恶臭再次袭来。女孩抬头一看，赫然出现一个怪物，吓得她撒腿就跑。怪物紧追不舍，眼看着就要追上了，女孩脚下一滑摔倒了，膝盖都磕破了。怪物见状不仅没伤害她，反而还摸了一手鼻涕涂在了伤口上。女孩吓得惊慌失措，没想到的是伤口竟然奇迹愈合了。随后怪物还帮女孩摘野果吃，看起来这怪物也不坏呀。他们就这样愉快地相处起来。不过怪兽的体味是真臭，女孩竟想要帮怪兽洗澡，但怪兽碰到海水却很恐惧，洗澡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第7天，远处传来汽笛声，女孩总算得救了。她坐在船上却有些失落，回家后她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洗完就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，香气的来源就是那件沾了怪物鼻涕的脏衣服，这味道奇香无比，之前从来没闻到过。她忍不住抱着闻了又闻，为了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她找到专家对衣服进行化验分析，结果在衣服上检测出了未知的香气成分，这是个伟大的发现。专家显得异常兴奋，问她怎么弄的，她却绝口不提，心中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她迫不及待地再次返回小岛，鼻涕怪见到她开心得像个孩子，他提出了自己的请求，想装上满满一箱鼻涕。鼻涕怪二话没说，接着分泌了大量粘液，女孩直接上手抓，一点点往箱子里撸。女孩凭借这些鼻涕做出了风靡世界的香水，香水令所有女人魂不守舍，很快就销售一空，女孩赚得盆满钵满。为了不让外人发现这个秘密，女孩不惜花重金买下了这座偏僻的无人小岛，本以为能一直顺风顺水，不料军方也意外拍到了鼻涕怪，政府怀疑他散发的恶臭是有毒气体，于是决定派出军队消灭鼻涕怪。就在坦克瞄准鼻涕怪的这一刻，女孩冲了出来，苦苦哀求，但根本无济于事，最终鼻涕怪还是被消灭了。女孩痛苦不已，不仅是好朋友死了，自己的香水生意也泡汤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怪物死后，市面上又源源不断的出现了这款香水。镜头一转，女孩正在往玻璃杯中刮着什么东西，转过脸才发现，她把怪物的鼻子移植到了自己身上。